它越骑越紧。但是。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集的灵异前线。今天呢，一样是鬼月特别版。上个礼拜，我想大家已经看到我们家小编的表现了，对不对？鬼月我怎么能缺席呢？今天换我来做表现。我选了这个地方，我选了2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鬼月禁忌，到这个地方来做尝试。而这个地方呢，曾经因为发生火灾，还有发生了一些意外，导致有人不幸身亡，然后他就废弃了。我今天就选这个地方来尝试看看这些鬼月禁忌能不能把这些灵体召唤过来，甚至让我的器材去捕捉到他们的声音。那就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去做今天的任务吧。今天呢，这就是我要做任务的地方。我先给大家看看我现在这个地方目前的磁场是这个样子，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是我要来挑战我鬼月第一个禁忌所要做的事情哈。而这个地方呢，其实我有说有死过人嘛，对不对？然后鬼月在这个地方做这些禁忌，又在这个曾经死过人的一个厂区里面，是否能透过我这些科学器材、热感应仪跟夜视，还有一个点线面的，去捕捉到他们的声音，这个我就不知道了。然后呢，我跟大家讲，我今天要在这个空间先做什么样的事情。首先，我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吹口哨。其实鬼月，很多人说不要晚上吹口哨，但是有一些老一辈的甚至说，其实只要是一般的晚上，都不要吹口哨。为什么呢？因为吹口哨有一说哈，据说口哨的音频的频率跟好兄弟他们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说你在吹口哨的同时，等于就好像在招请他们过来。然后呢，第二，口哨又有什么样的功用呢？吹口哨有时候是希望吸引其他人的注意。那在人是这个样子，那对鬼魂他们来讲，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那这是第二说。第三说呢，就是口哨有一部分像是挑衅的意思。曾经这个东西都还留着。那吹口哨到底为什么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呢？我不知道，但是没有关系。接下来我就要对于吹口哨的事情来做一个试验哈。接下来呢，我要开始吹口哨了哈。我大概会维持差不多2分钟到3分钟左右哈。我现在开始哈。不知道吹什么比较好，但前面现在目前点线面都有一些复杂的线跑出来哈。我不知道吹什么歌比较好哈。
其实吹口哨比我想象中还要累哦。再来哦。其实它这个有一些干扰哈，我也不知道这个线就跑得很多出来哈。还有什么？对啊，它水那边都会有一些反应哈。我不知道。或许现在有一些人说，为什么要用夜视哈？因为我尽量把灯光用的比较暗，但是我不能没灯光，因为这台前面点线面的手机没有灯光，就什么东西都看不到。然后呢，我目前做完了这样的一个测试哈，我想要再稍微拿点线面来测一下比较多一点的地方哈。目前点线面测完，好像都还是正常哈，没有看这个地方刚刚有线跑出来，可是没有很明显。好，那没有关系。点线面拿出来是测试是第一个，还有一台是那个红外线热显像仪。那接下来呢，我要再拿磁场探测器来测测看，我做完这样的动作，这个地方的磁场是否有变得跟刚刚比起来有变得不太一样哈。拿磁场探测器哈。自动对焦，刚刚这边对到好一个点，好像对啊，上次小编用，就好像。这里有稍微比较强一点，所以它会发出一些声音。这里是真的比较强哦，所以说刚刚在那个点线面在这里好像有扫到东西。可是这个会是吹口哨吸引过来的吗？我不知道。好，那基本上吹口哨的实验似乎没有太大的反应哈。好，那接下来我准备做第二个实验，鬼月不能靠墙走。我选这个地方呢，靠墙，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比较空。然后刚刚虽然有稍微带到一些，但我选择在这间来做这样的一个测试。它四面都是墙，也比较完整，东西也比较少，比较好走。好，那我要来测试看看，我在鬼月靠墙走
会怎么样？那为什么有人说鬼月不能靠墙呢？其实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些原因哈，因为其实墙壁它有时候比较容易聚集湿气。为什么墙壁容易聚集湿气呢？其实一些老房子哈，你仔细看都比较容易会有壁癌，那它比较容易聚集湿气。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曾经有讲过，潮湿的地方也比较容易聚阴。好，再来，有人还说墙壁是鬼魂的一个通道，为什么呢？其实他们说鬼魂在行走，刚刚有稍微跳了一下，鬼魂比较喜欢靠着墙壁走，所以呢，接下来我会尝试在这边走大概2分钟，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会不会看到些什么东西吧。好，接下来我会在这个墙壁走差不多1到2分钟的时间。然后呢，我点线面会一边走一边扫，看看会不会捕捉到一些什么样的异状哈。因为点线面摄影机它没有办法录影，所以说我必须之前用荧幕录影，那这个在剪片的时候非常难。好，现在是第2圈了，现在走第3圈。其实说真的，有没有比较凉？好像有感觉到一点凉意。然后呢，我走到第4圈之后，我开始头有点昏了，不知道是因为这样子绕圈圈比较容易头晕，还是怎么样哈。然后大概再走1分半了。稍微放慢脚步好了。其实红外线热显像仪啊，是真的还蛮好用的，因为红外线热显像已经拍摄到几次的鬼影了哈。再靠墙。再去把它走到1分钟，其实这样走有点头晕哎，还是绕圈圈的时候是头晕，有点在做那种天女散花感觉。刚刚这里有扫到一些东西，现在没了。你看，你看，有扫到，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为什么会有点线？而且黑暗的地方闪烁的好明显啊。那个地方，好，继续走。等一下再拿磁场探测器看看我这样靠墙走有没有把他们吸引过来哈。再走2圈哈。这是最后1圈了。好，最后1圈走完。这个地方的磁场是否有异状哈？
就这个洞能量比较强。其实刚才绕圈圈是点线面，其实就手到里面有那个线，可是我想应该是干扰，所以说我就没有那个。这地方能量是最强的。这个角落，其实有人有这么一说啦，鬼也比较喜欢躲在角落边啊。那是不是我这样绕了一圈下来，他就躲在我在角落挡到他了？这个地方其实都没有，然后这是刚刚看到那个有线的地方，没有。目前这个靠墙走的测试是有成功一半啊。我在那个墙角那边有测到了磁场的异常哦，然后接下来呢，我尝试看看这个地方的温度，然后现在我的那个器材在叫了哈。好，目前好，天哪！啊！我刚转过来时，这支电线差点插到我的眼睛。目前这个测试比较有反应，第一个测试好像一点反应都没有。两个实验做完了，第一个吹口哨在这个地方，好像器材跟磁场探测没有碰到太大的状况。第二个有。在那个角落，那竟然呢有碰到这样的磁场异常的状况，我就要放一台器材来跟他们简单询问，差不多3个问题就好，来询问看看他到底是被我召唤来的哈。那我们沟通吧。3个问题，第一个，各位好兄弟们好，刚刚小弟有在这边做了一些吹口哨的一个行为，想请问一下，这吹口哨的行为是不是有把你们招请过来呢？若有的话，在房间里面有一台机器，摸一下，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好吗？谢谢。第二个问题就是，各位好兄弟，你们好，想请教一下哦，就是刚刚小弟有在那个房间里面靠墙走，有侦测到一个磁场比较混乱的地方，想请问一下，那个是不是我召唤来的一个灵体呢？这样靠墙走，召唤来的一个鬼魂吗？呢？是的话，麻烦给我请摸一下那台机器，天线一下，谢谢。这个有，那好，小弟想请教一下，这个灵体呢，是不是那个怎么说，在这边发生意外死亡的一个灵体呢？是的话，麻烦请你触碰一下，谢谢。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答。那今天第一集鬼月特别版，这个礼拜的第1集，先做到这边来。2个鬼月竞技尝试，接下来呢，我到这地方来，我当然还是要把这边的环境拍摄给大家看，然后呢，再跟他们去询问一些问题。那当然，这就是到第2集的部分。好，我要做个 ending， 就是说。鬼月竞技其实真的，我说真的啦，我也没有再去守什么样的竞技。你看我鬼月还是会跑这种地方。那今天到底有没有捕捉到？我不知道。最起码吹口哨这个我试过了，它对我的科学器材来讲是没有用处的，所以说我并没有召唤他们过来。那当然会是这环境的因素吗？我不知道。但是我都已经来到这种地方了，都来到这种鬼屋了，为什么？我这样做，它不会出来的。这个东西
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禁忌呢？我觉得这个不要由我来说，要做决定的是你们。或许我体质的关系，所以说我说召唤不来，但是你体质比较弱，你做了或许就倒霉，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不会去做，我对我今天的实验不会去做任何的评价。该信你就信，不该信的，我再怎么样也说服不了你们，对吧？好，我是工商的秦明，这一期我就拍到这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观看，我们明天见，拜拜。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讲话一直在讲错。它越骑越紧。但是